这一天，我们从亚利桑那州朝向有着美国最棒城市美誉之称的圣地牙哥出发。在将近6个小时的车程中，沿途风光明媚，有满满砾石堆成的群山，还有未曾见过的恍若沙漠般辽阔的漫天黄沙，以及堆叠成宛如神秘符号排列的牧草块等等，都深深刻进我的记忆里。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最美的都市文化花园——巴尔波亚公园。这里是集历史、文化、建筑、科技、音乐及美景于一身的艺术庭园。公园内共有17个花园、15座博物馆及2座剧院。走在这里的每个角落，欣赏各式各样拜占庭及巴洛克风格建筑，空气中充斥着满满的文艺气息。巴尔波亚公园24小时开放，不需要购买门票，但参观博物馆则需要个别收费。哇，我们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这栋很漂亮的西班牙式建筑，它里面有一个游客的服务中心，我们可以在这边先上厕所。然后这个巴尔波亚公园里面有很多美术馆跟博物馆，但我们今天就是来走一走，来看一看，没有真的准备要去看展览。这个莲花池非常非常的有名，有在追韩剧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就是李敏镐的《继承者们》的拍摄场景，也是很多网红拍照打卡的热点哦。它的后面本来有一个可以免费参观的温室植物园，听说很漂亮，可是现在在整修，所以关闭了。然后对面这个美术馆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前面这个就是圣地牙哥的美术馆，里面有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但是就是要门票参观如果要去参观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建议可以买一张套票券，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后面这个就是巴拿马广场，刚刚还有很多街头艺人在这边表演，周围有很多座位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接着我们来到了阿卡萨城堡花园，这里是因为仿照西班牙塞维利亚阿尔卡萨城堡的花园而得名。这一座花园小巧而精致，种满了色彩缤纷的花朵，搭配鲜艳夺目的瓷砖装饰，悠闲地漫步在其中，心情也像盛开的花朵般开朗而热情奔放。这里面也有一座博物馆，然后外面有一个装置艺术，你看，它颜色非常的鲜艳，很适合当拍照的背景。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好特别叫做我们的博物馆。它之前有改过名字，以前是叫圣地牙哥人类博物馆，里面会不定期办一些展览，听说里面还可以举行私人派对。它旁边这个高塔也很有名，它叫做 California Tower， 它是结合歌德跟文艺复兴的建筑，塔顶可以俯瞰到整个巴尔波亚公园，这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里有一只在专心吃松果的松鼠，掉下来了。它现在跟我四目相交，我们两个在对峙中。跑掉了。这个就是它刚刚在啃的松果，好可爱哦。巴尔波亚公园占地1200英亩，面积大约是纽约中央公园的1.4倍。如果要认真走的话，一天都看不完。公园有免费的绿色接驳车，穿梭在各个美丽的景点之间。
如果走累了，可以随时跳上车歇歇脚。这个是太空博物馆，外观设计就很有科技感，里面有展示很多飞机。如果小男生来这里啊，应该会玩到疯掉。这里是汽车博物馆，外面有好几台复古的老爷车，哇，好像在拍电影哦。这里有一个像是世界村的概念，每一个房子啊都代表着一个国家，还有贩售他们的纪念品。我等一下去找找看，看看里面会不会有台湾。巴尔波亚公园早在1835年就被保留成为公园的预定地，是美国最早规划成公园的场所。在这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美丽的花卉，还有很多造型跟颜色特殊的品种。如果有机会来这里，一定不要错过跟漂亮花朵们的美丽邂逅。我们走天桥过一个马路之后，这边有2座花园。这个是沙漠植物园，有很多造型很特别的仙人掌。对，我上次有去 Saguaro 巨人柱国家公园，也没有看到长得像这样子的仙人掌这真的好特别哦。这个玫瑰园好美哦，超多玫瑰的，而且都开得很漂亮，还有好多种颜色。我喜欢粉嫩的玫瑰，感觉好浪漫。这一座玫瑰花园建立于1975年，有义工在这里定期修剪，还有栽植新品种，是非常专业的玫瑰园，也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花园之一。下一站，我们来到南加州最有名的海湾拉霍亚海湾。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寻找成群结队卖萌的海狮。这边有海水冲刷成的洞，然后旁边就有海狮跟海豹了，好可爱哦！我等一下要过去拍。拉霍亚海湾遍布礁岩，气温舒适宜人，温暖的加州阳光吸引了成群的海狮在这里栖息。我坐在礁石上，听着海浪声伴随它们此起彼落的和音，忘我的陶醉了很久很久。这边呢有好多小螃蟹，你看都躲在那个石头里面。你看，天空有好多海鸟在飞，它们都很整齐的排列，哇，好多哦！旁边有满满的小雏菊，超可爱的，超多小雏菊的啦。继续沿着海湾的北边走，除了有满山的雏菊跟紫色小花，还发现了一大群的海鸟，也意外捕捉到了正在孵蛋的鸟妈妈。这只鸟好可爱哦，它的喉咙会一直抖抖抖抖抖，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它是在喝阻敌人吗？你看，它旁边有2只小宝宝，好可爱哦！
它们的羽毛还没长好，然后喉咙也会一直抖。回到了旁边停车处的公园，还跟海鸥玩起了我追你跑的游戏。接着，我们来到了圣地亚哥旧城区，这里是圣地亚哥市的发源地，也是当年的商业中心。这个区块有许多墨西哥餐厅，还有很多贩售墨西哥小物的商店。光是看着五彩缤纷的橱窗，还有令人爱不释手的骷髅装娃娃，就足以让我流连忘返。我喜欢这个花车的配色，中间还有一只铁公鸡。这个瓷砖好漂亮哦，每一个都好好看，装饰家里的门牌一定很美。我喜欢这个橱窗，中间那一幅画超美的。我好爱这个娃娃，我想带一个回台湾。这边就是圣地亚哥的 Old Town 老城，里面全部都是一些老建筑。圣地亚哥在16到19世纪初，大部分是西班牙人。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成功，圣地亚哥成为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省。直到1848年美墨战争后，加州才成为美国领土。老城区保留了19世纪以来墨西哥的怀旧建筑氛围，这里有博物馆和展示馆可以参观。悠闲的午后，在这里走走逛逛，仿佛穿越时空，回到19世纪末的圣地亚哥。这个就是这里很有名的建筑，是一间将近100年的老饭店。哇，它非常有西班牙风情。前面还有一辆西部牛仔马车。这间是国父银行博物馆，如果想了解西部拓荒或是淘金热时代的历史，可以进去参观。Old Town 的市场小市集，里面有很多可爱的东西哦，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旧军营改造的一个市集，里面有卖很多传统小吃，像那个台湾的松山文创一样。公共自由市场原本是美国海军训练中心，冷战过后训练活动停止，并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拥有多样美食种类，还汇集了丰富文化的市集。我们也在这里吃饱喝足，储存体力，准备迎接明天更精彩的旅程。这个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啦，这是为了庆祝2次大战日军投降以后，他们在街上欢呼，然后一个刚从船上下来的海军就跟一个在路上的护士相拥而吻，然后被一个记者拍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
那这个雕塑本来是在四处巡回，最后落脚在圣地亚哥这个地方。那后面就是著名的中途岛军舰，也是正式退役下来的军舰哦。圣地亚哥可说是美国海军战斗机的故乡，中途岛军舰是军事迷的朝圣地。参观博物馆需要付费，里面有超过20架2次世界大战时执勤过的战机，还有非常丰富的战争相关物品收藏，军事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沿着港口边步行约10分钟，便来到了海港村。这里是海岸边的一个商业区，搭配阳光、海洋、美景，走在这里，心情无比的放松。海港村汇集了各式餐厅、特色小店及街头艺人表演，散发着悠闲的氛围。这边是尾渔港的装饰，一个鱼骨头，上面还停了一只鸽子。海港村里面开了很多店面哦，都设计得非常有特色，每一个橱窗也都很可爱，颜色都很鲜艳。可是我们来得太早了，店都还没有开啊，很可惜。不然就可以进去逛一逛。接下来的景点，我们开上了科罗拉多大桥。这是美国西海岸的跨海大桥，是通往科罗拉多岛的必经之路。大桥跨越圣地亚哥海湾，高度超过200多英尺，是特地为了让美军航空母舰穿行而设计的。这边就是科罗拉多大饭店啦，1888年到现在，100年历史的老饭店了哈。它全部是木头造的哦，没有一根铁钉哦。科罗拉多酒店是美国第2大的全木质结构建筑，也是少数仅存的维多利亚式风格建筑。1888年开业时是世界最大的度假饭店，美国总统及各界富商名流都曾来下榻过。名人效应使得饭店的名声直到现在都历久不衰。这边就是他们最有特色的建筑，就是这个圆塔，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有拍到这个，这里真的是很美。这里就是爱迪生第一盏电灯设置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就保留了最原始的样貌，是这么昏暗。爱迪生在1888年曾亲自监督酒店照明设备的设计及安装，他发明的第一盏电灯泡就安装在这里。科罗拉多酒店也是美西第一家全面装设电灯的现代化饭店。酒店里的古董电梯依然运行着，电梯门是使用非常精美的铸铁雕花。对于这类复古的设计，我通常是没有抵抗力的，即便只是搭电梯过干瘾，也让我非常兴奋。顺带一提，这里是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但记得要遵守礼节，不要打扰到住在这里的房客。这边就是有一个浪漫的故事，有一个英国本来要继承王位的国王，因为在这边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宁愿放弃他的国王王位，降级成为公爵，然后在这里跟他举办婚礼。温莎公爵与辛普森夫人婚后每年结婚纪念日都会回来这里纪念他们的浪漫爱情，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回程的途中，由于我对于沙丘念念不忘，便刻意留了时间绕过来一探究竟。原来这里就是所谓的美国山寨版撒哈拉大沙漠帝国沙丘。这里也是《星际大战》第3部曲《绝地回归》的拍摄地。帝国沙丘长约72公里，宽度将近10公里，绵延的沙丘看不到边际，徒步往前走了一小段，真的会有置身于撒哈拉大沙漠的错觉呢。哇，这一大片沙丘实在是太美了，也是有人把车子开进去啊。
末里的孤行者。